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看这两盆花。说主要来看看它俩呢，是因为它俩有事儿要说，其他相关联的没什么大事儿的，顺便看看。我们先来看这棵，这是那棵万花筒。这棵当初是带着花买回来的，从买回来到现在也1年多了，也就意味着它连续开花也1年多了。刚买回来的时候是带着2枝花，那些花谢了之后，我在它的休眠芽上抹了催芽剂，是希望收获高芽。结果倒也没有令人太失望，确实收获了1个高芽，但是收获了很多花芽。于是在长了那1个高芽的同时，又继续走在了开花的路上，并且除了休眠芽长成的侧花枝，还又长了2个新的花芽。现在正开着花的这只就是后来新长的花芽长成的，另外还有1个花芽呢没有开成花，短短的。看到它开花的势头这么猛，说句实话，欣喜之余我是有点担心的，因为通常开花期蝴蝶兰的根叶生长都会受到抑制，或者放缓，或者就完全停止。所以呢，我就担心开花时间过于长的话，会掏空这棵蝴蝶兰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前面不是有说过它出了1个高芽吗？但只长了2片叶子，始终没有再生长，没有长根儿，也没有长新的叶子。基于这2个原因，大约在1个月之前，我就做了一个尝试。什么尝试呢？就是给当时正开着花的这棵蝴蝶兰施肥，而且给的是根叶生长肥。施肥的方式是泡盆，就像给没有花的只有根和叶的蝴蝶兰施肥那样，泡根叶生长肥。通常我们会说开着花的时候不给肥，如果给肥的话呢，有可能导致花提前掉落。所以我就给它施肥，因为我是希望它的花掉落，它的根和叶开始生长。给根叶生长肥的结果如何呢？竟然如愿以偿了。我们来看看它的现状，右边的那一枝花整个黄掉了，包括上面已经有点萌发的休眠芽也一块黄了，这个有点遗憾，但或许这些芽也是花芽吧。蜘蛛选择放弃了。左边的那个高芽呢，长了新的叶子，叶子还很小，还没有开始长根儿，但至少已经停止生长很久的这个高芽开始生长了。等到新长的这片叶子长成之后，它就有3片叶子了。如果那个时候环境温度还合适的话，它应该会长根儿。如果已经来不及了，那等到过了冬天，接下来温度合适的时候，它的根儿也是会长的。在这个高芽的上方，还有1个休眠芽发育了，带着2片小叶子，尖端呢看着就是要出花苞。在我施肥的同时，我把这个的花苞给掐掉了。我的想法当然是不希望它开花，不希望它浪费能量。在这同一个老花梗上的其他的休眠芽变化不大，我也没有对它们做什么，就由着它们吧。它不是还新长了2个花芽，都窜出花梗来了吗？其中比较大的那个还是很倔强的开出了花，感觉没有受太大的影响。而小的那个当时只有1个花苞，自己干掉了。不过它又接着往前长了1个，貌似又要长个花苞。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我给它生长肥之后，所以我在想，开着花的时候施肥，尤其是施生长肥，看起来对整个植株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。我们再来看这一盆，这一盆也是开着花的时候，我开始给它生长肥，因为我对它的希望和刚才前面那棵是一样的，
希望它尽快停止开花，开始长根和叶。还挺听话的，它开始长了，尤其是这个侧芽开始发育了。这个侧芽僵在这儿可是好几年了，这终于开始发育了。这棵是2019年去展会的时候买的3个蝴蝶兰小苗里面的其中一棵，它非常能开花，可以看到它出了好多花芽，而且这些花芽还有续花性。在我开始施肥之前，原本所有的花芽都是绿着的。它的花呢是一茬接一茬的开，但那个长得像一个苗芽的芽始终就没动静。我们知道蝴蝶兰茎上的芽出现是有顺序的，就像它的叶片一样一片接着一片这样长。看这个茎上两侧的芽，在这个侧芽的后面又出了好几个芽了，这才终于轮到它生长了。而它的生长刚好就在我开始给生长肥之后，是带着花开始给生长肥之后，这个侧芽开始生长了。与此同时呢，花慢慢的落掉了，花梗还黄了3个。这个品种的续花性非常好，这还是第一次有花梗黄掉。自从它出花芽以来，因为这棵我是从小苗养起的，所以我记得它出的花梗，这是第一次有黄掉的花梗。它的这些表现，花梗黄掉、侧芽发育，有一种可能就是碰巧它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发生，但另外是不是也有可能跟我在花期给它生长肥有关呢？毕竟也太巧了，我这边开始给肥，它这边就发生了一些它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变化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关系的。它还掉了一片叶子，那片叶子之前有伤，应该是被虫给啃坏了。这片叶子的掉落倒是跟给肥没有太大关系，应该是在我给肥之前那个叶子就不太好了，但它新长了一个叶子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主要想说的就是花期给生长肥有可能改变它的生长模式。我是用这2棵蝴蝶兰来做的尝试。蝴蝶兰的生长模式主要有2种，一种是生殖生长，也就是出花芽开花这种生长，另外一种是营养生长，也就是长根长叶。这2种生长呢又互相抑制，这就是为什么开花期间根和叶的生长就不太好。接下来我们再顺便看一眼这3棵，这3棵就是我前面说的19年一块买的3个蝴蝶兰苗。中间这棵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的那第2棵，也就是长了侧芽还黄了花梗的那棵。我这会儿是把黄掉的花梗已经剪掉了。我们来分别看看它的2个同伴。这棵的续花性也很好，这会儿是花已经有点不太好了，开了很久了，它也是容易出不止一个花枝。目前这2枝花，一个是续花，一个是新出的。它的花梗呢细细的，还算比较长，叶子也是这种比较喜欢躺着的样子。其实这3棵都是这样，可能因为它们比较接近于原生种的状态吧，它们都算是次代原生种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棵，另外这棵呢花梗就比较短，每次花开的也不多，续花性也是很好，而且花很独特，叶子很健壮，是这3棵当中唯一一个叶片上没有生过病，没有被虫咬过的。不过最老的那个叶片开始变得发黄，估计会黄掉，但这个过程会很漫长。最后这3棵我还是挺推荐的，在家养环境下
它们可以长得很好，虽然它们很接近原生种，确实好看又好养。不过呢，我也就在买它们的时候见到了一次，这之后我是再也没有见到过。之后我又去过展会，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们3个的踪影，所以有可能不太好买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花也不算太难养，也挺好看的，为什么市面上不多呢？当然也有一种可能，只是我没有遇见而已，可能它们是在市面上存在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